大家好，我係 YOD 好聲影評，今日講下咧再生家族，英文名咧又叫做 A Sheep in the Box 嘅。咁其實嗰個戲名咧就係同小王子嘅故事有關係啊，即係究竟你想像嗰隻羊係點嘅咧嚇？畫嚟畫去可能都滿足唔到你要求嘅，不如我就畫個箱，你自己諗你隻羊係點就點啦嚇，咁嘅意思嘅。所以其實咧都，所以無形中咧呢個戲名令到個故事都有佢嘅深度啦。咁其實除咗英文啊 Sheep in the Box 之外咧，其實再生家族咧，佢本身去到中後段嘅時候咧，佢有佢嗰個嘅解釋嘅，所以中英文嘅戲名咧都有意思嘅嚇。咁電影咧就係康城金鐘女獎得主是枝裕和佢自己親自執導同埋編寫嘅作品嚟嘅。咁但係如果對比翻佢之前嗰個怪物咧，依家就係話佢即係得60%。相較60%嘅入場率咁樣啦，咁好可能咧，呢一個題材咧就未必係中大眾嘅心裏邊所想，話係太淺，其實都唔算啦。咁其實除咗怪物之外咧，佢之前應該有小偷家族啦，同埋誰調換了我的父親嘅。咁佢就擅長於咧係描繪細膩嘅家庭倫理同埋人性掙扎啦，所以其實今次咧都相仿嘅。咁有一系列嘅神級演員啦，咁其中女主角咧，凌賴瑤嘅嚇飾演阿媽咪，男主角大吳，小演員咧桑木李夢，或者有啲角色咧你會覺得熟口熟面嘅，譬如話 Reborn 公司裏面嘅維修員工啊，或者維修醫生啊，中島部。咁佢之前咧梅艷芳裏邊咧就飾演阿後藤直輝啦，又或者喺 The Hotspot 裏邊咧嗰個外星人大叔咧嚇佢都有粉墨登場㗎。咁我睇佢 trailer 咧，第一個印象我覺得，咦，好似即係史匹堡嗰個嘅 AI 喎。咁喺 AI 嗰套電影裏邊咧，對父母喪失仔女啦，咁就有個仿生人 David 可以即係復活咁樣重臨人間。咁之後故事發展就唔同嘅。咁 AI 嘅故事裏邊咧，嗰對父母咧最後就接受唔到呢個仿生人 David 嘅，咁將佢遺棄。咁同一時間咧，有另一條嘅主線咧就係祖迪羅，即係飾演一個性愛機械人嚇 sex robot 咁樣啊，被判為誤殺。咁最後兩條線就相遇啦。無論係祖迪羅嗰個嘅性愛機械人啦，同埋呢個 David 一個仿生人嘅兒子，即係最後剩翻條線就係一個 David 仿真人嘅小朋友啦。咁我哋叫做 humanoid，咁佢就尋找自己之類啦，亦都好想得到咧即係人類媽咪嗰個嘅認同啦。咁最後梗係唔得啦。咁然後就連同載具就沉喺海底。咁啊千年計之後咧，人類都滅亡。咁剩翻去之後咧，咁然後外星人嚟到咧打撈翻去嘅時候咧，反而佢可以代表人類。即係最後地球上嘅人類滅亡嘅時候咧，唯有佢個仿真機械人咧，呢個仿生機械人咧係可以回憶翻或者報告翻啦，當年人類係點樣樣嘅。咁所以今次嚟講咧，佢可能有 AI，即係有阿史提芬史匹堡嗰個嘅 setting 嘅1/3度啦。咁佢之後嘅發展就唔同嘅嚇。咁與此同時咧，佢都有啲其他電影嘅影子㗎。譬如話佢加咗啲咧，可能寂靜的朋友啦，即係梁朝偉嗰套咧。又或者我睇嘅時候都有 Matrix Animate The Second Renaissance 嘅 Part 1。咁 Part 2就係機械人要武裝起義殲滅人類㗎嘛。咁啊冇 Part 2，由 Part 1啦，佢哋嘅崛起啦，佢哋團結啦，甚至都有少少咧 Terminator 2嘅某一幕嘅。咁我唔講咁多，咁等你自己入場睇下。所以整體嚟講咧，我自己覺得我就冇一個悶感嘅，即係有啲師兄始終都會覺得咧，日本嘅電影咧或者劇集個節奏係較慢。咁我自己都認同係慢啲嘅，因為佢咧有時應該要分鏡嘅地方佢冇分鏡，佢就一剔過咁拍俾你睇。如果咁樣做嘅時候咧，個節奏咪會較慢咯。但係我又唔覺得悶嘅，我係覺得慢，但係我唔覺得悶。但係咪話好感人肺腑咧？又唔係喎，咁啊真係有啲可惜啦。所以咧，如果係嚴啲嗰條線咧，佢咩都有嘅，起承轉合都有噶啦。但係佢都有一啲係劇本可能唔夠細緻嘅地方，所以咧我會俾到係6分啦。因為佢又唔係去到好感人肺腑、好發人心醒，又未去到，但係我覺得都值得入戲院睇嘅。咁所以可能係6.5至7之間或者7分之內，咁過唔到7分。即係都唔知係咪因為我年紀慢慢大咧，即係有啲師兄會覺得節奏好慢喎，但係我覺得如果 OK 喎，我唔覺得慢，因為嚟人老咗咧，可能即係中意聽慢歌啊，個人可以慢啲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個節奏唔係一個問題，但係反而可能個劇本有啲位咧唔夠細緻，所以咧變得係扣分嘅咁陣間再慢慢去解釋。咁好啦，一如以往咧，先讚後彈。第一個讚係咩咧？即係我自己覺得咧，佢個故事有一定深度嘅。譬如話嗰個嘅劇名啦，《Sheep in the Box》咧，佢係根據翻小王子羊與箱嗰個嘅故事啊。咁呢個係其中一個經典嘅隱喻嚟嘅。
即係你想要咩羊呢？隻羊喺個箱裏邊啊，你諗乜嘢就心想事成啦，咁嘅意思嘅。反而有時隻羊畫得太清楚嘅時候呢，點都好似達唔到你所要求咁樣樣。但係如果將隻羊畫喺箱入邊呢，咁啊冇問題啦，可以隨你嘅想像發揮。咁會唔會有一天呢，我哋人類訂製我哋想要嘅仿生人呢，都可以去到呢一步呢？咁我就覺得絕對可以嘅。其實依家係爭一步嘅啫嘛，即係依家爭在就係呢，有啲機械人嗰啲喐動呢，可能較 jerky， 我用翻英文嚟講，唔夠順暢啊。即係可能有時突然間喐嗰種咧唔夠順暢。如果佢嗰個機械嗰啲 gears 啊，或者係用嗰啲人工肌肉咁計咧，如果做得更加自然嘅時候，更加流暢自然咧，當你真係分唔到人同仿真人嘅時候咧，嗰個世代就來臨啦。即係而家電影所描繪嗰一刻咧就嚟臨啦。即係話你要乜嘢，你就可以訂做乜嘢咯。但係往往就係咧，人嘅慾望咧係無止境㗎嘛。即係你希望係咁咧，咁但係到時候係咪真係可以達成你心所願呢？其實唔知嘅喎。咁呢個都係個電影咧，理論上係好睇嘅地方嚟嘅。咁究竟呢對父母凌賴瑤咧所飾演嘅媽媽或者佢嘅老公，究竟係滿唔滿意呢個嘅產品呢？咁你需要入場睇先知嘅。咁另一個讚就係咧，我覺得都係有個有深度嘅範式轉移。咁頭先都講咗啦，你想要咩產品咁你就訂製咁但係問題就係呢一個過程咧，就係好人類為本嘅，好 human oriented 嘅。咁但係其實慢慢個故事咧，就由一個 human oriented 咧，就去到呢啲 humanoid oriented 啦。即係我哋有冇試過從呢啲仿生人嘅角度去諗嘢先？其實呢個電影慢慢有呢個向度咧，我都覺得幾特別嘅。即係以前係少啲咁樣去諗嘅唔係冇有嘅。頭先我講一系列嘅電影，頭先都講咗啦。由史提芬史匹堡之前嘅 AI 啦 ，Matrix 嘅 Animate 嗰個動畫版啦，較新就 Companion 唔同嘅電影都有咁樣探討嘅，因為人類都太自私、太自我咁但係電影試下用另一個角度睇嘅時候又 OK 啦。不過都係嗰句啦，你要接受到個節奏先。你唔覺得悶嘅時候呢，你先會有個反省啊嘛先會覺得有深度啊嘛。你覺得悶嘅時候呢，又唔會反省，又唔會有深度嘅，就取決於你接唔接受到嗰啲嘅節奏。咁第三樣呢，我自己覺得咧，角色之間個情感發揮呢，嗰個發展都有層次嘅。即係透過兩公婆嗰個對話同埋演技呢，即係帶得到即係唔同人對呢啲仿生人嘅睇法啊，正方同埋反方，究竟好唔好用呢種服務呢？究竟可唔可以接納呢啲機械人入屋企呢？如果有亂子嘅時候又點樣呢？有咩亂子呢？咁又透過電影其實一步一步咁樣落去嘅，即係好明顯睇 trailer 啦、預告片呢，女主角呢就對呢啲仿生人呢係更加正面嘅。咁男主角呢就係抱觀望態度嘅。咁之後咁點樣發展落去嘅時候，我覺得都 OK 嘅，我覺得唔係太差。但係一樣啦，係咪去到感人肺腑又唔係咯？咁呢個就係個扣分地方，咁一陣再解釋。第四樣值得讚，我就覺得象徵符號呢，運用得好唔錯㗎嚇。嗰啲嘅圖騰啊，譬如佢用到樹木可以再生啦，譬如樹木一棵樹你斬咗落嚟死咗㗎啦。咁但係你將佢變咗做木塊嘅時候呢，用嚟起屋嘅時候呢，即係彷彿你賦予佢一個第二生命咁樣樣。嗰間屋可能一路咁陪伴你都唔出奇，即係嗰棵樹可能係古樹幾百年㗎啦。但係再做咗你間屋嘅時候，變咗間祖屋又幾百年我覺得呢個向度幾特別，你可以入場咧去細味一下。同樣另一個象徵符號呢，就係建築。咁人類起樓就古已有之㗎啦。咁其實今天佢哋有仿生人嘅話，咁其實同建築都係冇乜大分別啫，都係建造一樣嘢出嚟啫，只不過嗰個係機械人咁解啫嘛。所以由呢兩個嘅比喻嚟計呢，或者啲象徵符號呢，咁其實導演呢就對仿生人呢啲 human 來呢係持正面態度嘅。咁你又如何呢？其實我自己都正面嘅，咁但係喺附錄嘅時候呢，先講解多少少啦。最後第五樣我覺得值得讚呢，就係嗰個母女之間嗰種相生相克呢。我覺得呢一個嘅畫面說故事啊，同埋呢個都係電影個高潮之一嚟嘅。我自己覺得，即係呢啲係千古矛盾嚟㗎啦。譬如有講到媽媽自己唔想做媽媽啦，好正常喎。有時你會埋怨㗎嘛，辛苦㗎嘛。發蚊疹嘅時候又唔做你阿媽啦，咁嗰啲都會有噶嘛。或者生個叉燒個生你咁，呢啲好正常，會即係意氣之説話。即係有時咧燥底或者意氣嘅時候咧，就會講咗一啲説話，唔出奇嘅。或者戲裏邊咧有好多母女之間嗰種嘅拉鋸咧，我都覺得好唔錯嘅。即係呢種母女之間嘅相生相克咧，無形中就好似人類同啲仿生人之間嗰種相生相克咧，可以做一個比對嘅。即係好正常，我又覺得好特別。呢一種嘅比對唔錯，好有火花。
或者嗰個符號啦，兩種物料嘅結合，樹木同玻璃。咁其實依家一樣，人同仿生人可唔可以係完美咁樣係拼合埋一齊生活呢？咁佢呢種嘅比喻啊，或者呢種嘅對比，佢都有嘅。咁只不過佢未必係去到最感人肺腑咯。咁就係呢個可惜嘅地方。好啦，時間關係咧，嚟到少少彈多多趣啦。咁第一個彈係咩呢？佢個劇本呢，有一大堆嘅細節呢，就唔夠仔細，冇咗答案啊！或者再嚴格啲咧，就唔合乎邏輯添。譬如話呢，嗰個 Reborn 呢間公司呢，即係提供仿生人嘅公司呢，理論上啲每一個仿生人呢，都係價值連城噶嘛。咁與其係即係呢個時代嘅尖端、最高科技有價值連城嘅時候呢，冇理由當中嘅監控係咁求其嘅。頭先都講咗啦，尤其是中島步所飾演嗰個維修員工咧，你明知道嗰啲嘅機械人有問題，你又唔處理咁樣，好奇怪嘅喎。咁我唔講咁清楚啊。咁嗰個位係好奇怪嘅，即係有時你咁貴嘅機械人，即係你啲 client 點樣去對待機械人都好緊要啊。有冇惡意破壞先係咪啊？或者調翻轉，有啲老生常談嘅啦，就好似 Megan 咁樣，有冇機械人暴走先？咁你都要處理噶嘛。但係調翻轉咧，因為 Reborn 公司佢變得咧太遙距嘅時候咧，變得可有可無咧，有啲奇怪嚇。同埋有個位咧空白，就係飾演長呢個仿生人機械人咧，佢就碾死咗個嘅昆蟲嘅。你可以表達到暗中就係描繪咧，其實啲機械人可能好無情啦。咁但係電影就冇再詳細交代呢一幕嘅。咁我自己覺得就有啲可惜。究竟佢係會繼續冷血無情地咁發展落去啊？定係另一個向度呢？咁嗰個嘅象徵符號就唔係咁清楚。仲有一個咧，當係迷之男嘅角色啦。咁你係唔知點解，即係佢突然間出現，冇解釋佢嘅來歷，亦都冇解釋之後佢點解要咁樣繼續做嘅。咁呢個又係好可惜嘅地方。我唔知道係咪劇本諗得唔夠仔細，定係因為片長關係咧，夾硬 cut 短咗呢？但係總之依家就係有啲位到喉唔到肺咁樣啦。另一方面咧，我覺得男主角個選角咧，我覺得佢好麻甩個樣。我唔係好明白點解要呢對夫妻檔啊？可能我唔係太熟日劇或者日本電影啦。但係咧，綾瀨遙咧，如無意外，應該大家都覺得即係都樣靚啦，演技好啦啊。咁但係依家呢個男主角咧，又矮一截啦，個樣又麻甩嘅時候咧，我覺得唔 match 嘅喎，有啲奇怪。當然佢係適合演一個木工嘅啊。係切合咧佢嗰個身份嘅，咁但係拍落嘅女主角嗰度咧係唔 match 咯。我唔知道有冇師兄或者師姐咧都有呢個感受，所以可能會令人哋難以投入都唔出奇嘅啊。第三樣咧，可能個致命位嚟嘅。咁頭先有講過啦，可能係劇力流於表面嘅也者咧，就係我唔覺得係感人肺腑啊。譬如有度講到咧，媽咪唔想做媽咪呢啲咧，即係都係老生常談嘅嘢嚟嘅。但係我覺得純粹係透過對話帶出嚟就爭啲。佢有母女之間嗰種相生相克嘅，佢都有畫面同埋一啲事件嗰度帶出嚟嘅。但係我覺得咧，即係個劇力就唔夠，張力就唔夠。佢有㗎啦，啲材料就有㗎啦，但係佢炒唔出嗰種嘅味道，係有啲可惜啊嚇。或者丈夫啊，或者係阿媽啊，甚至可能外母啊，嗰啲逼生蛋嘅情節有冇？理論上有嘅時候係張力逼人㗎嘛，咁但係你而家冇啊嘛，咁咪冇乜張力咯。劇力都減半㗎。仲有另一樣彈就係咩呢？如果我睇翻史提芬史匹堡咧 AI 裏邊咧，佢都有查案嘅。即係譬如阿祖迪羅咧，去到接 job 嘅裏邊啦，去到一個女卡人嘅屋企，但係唔知道個女卡人瓜咗，佢就喺度調戲個女卡人咁樣。佢個 program 係咁樣噶嘛。咁最後原來佢望住條係鹹魚咁講嘢啦。咁電影 AI 咧，佢都有查案嗰條線啦。咁其實彷彿依家日本一套咧再生家族，佢都有呢條線嘅。但係最後就無疾而終，咁好奇怪嘅咧！我都本身期望，咦，咁會唔會去到劇尾嘅時候開估咧？點知原來冇咗一條線，咁啊好奇怪！即係個劇本突然間有啲位咧係斷層中斷咗㗎，唔係留白，係完全空白嘅時候咧就好大問題啦。呢個係第一步，呢個係其中一個例子啦。另一個例子頭先都講咗啦，即係個 Reborn 嘅維修部明明知道啲機械人某一啲地方出咗問題，佢又唔理嘅喎，即係無疾而終嘅，好奇怪。仲有就係咧，電影 AI 咧，佢都有講到啲 sex doll。其實啲電影一早已經有探討性愛機械人咧，甚至有啲咩明天之前拍劇集都有探討啲性愛機械人咧。咁你今天你去到一套電影嘅時候，你竟然冇探討咧，就會怪怪的咯。換咗你用今天嘅最新嘅科技、最新嘅向度去探討佢冇咧，咁就好可惜嘅。所以總結嚟講咧，我自己覺得個節奏就唔算慢啊，就算係慢，我唔覺得悶嘅。
我自己覺得佢嘅起承轉合佢都有嘅，雖然有啲位甩漏咗，但係就因為唔係好感人肺腑嘅時候，我就過唔到7分。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係真係去到咁差。如果佢有啲嘅甩漏嘅地方，你放重嗰個甩漏地方呢，可能去到6分嘅。咁但係我自己覺得佢都有佢好嘅地方，咁所以可能7分之內咯。咁最後個附錄就係呢，我自己想探討就係如果有呢個咁樣仿真機械人呢，或者仿生機械人，你會唔會接佢翻屋企呢？喺我角度呢，即係有時人呢都中意選擇係自己呃自己嘅。即係如果你明知嗰個唔係你個仔嚇，但係你偏係接佢翻嚟當係你個仔呢，你自欺欺人呢，其實我覺得咁樣反而唔好嘅嚇。但係又調翻轉喎，你明知佢唔係你個仔，你都接受佢唔係你個仔，但係純粹係當一個盤咁樣呢，機械人嘅盤呢 companion 咁計呢，我又自己覺得，即係你知道係假，你知道有限制，呢一類嘅 mindset 反而係成熟。咁我覺得咁樣去使用仿生人呢，未嘗不可嘅。即係如果再進一步嘅時候呢，即係嗰啲嘅性愛機械人啊一樣啫嘛。即係依家嘅時代呢，你真係要揾個本嘅時候呢，又貴，或者又頂心慘，或者有家庭悲劇。如果係咁嘅時候，不如你訂做一個呢，乜都符合你心意㗎啦，唔好煩啊，係咪啊？咁當然你可能會影響成個社會架構㗎，即係到時候呢，就唔需要再有細路仔，諸如此類。但係起碼即係我即係站喺嗰個嘅當事人個 client 嘅角度，佢想有個盤啊嘛，佢想有佢嘅需要啊嘛。咁各方面嘅時候，可能又減低罪惡㗎噃。咁點解何樂而不為呢？但係最緊要就係佢知道嗰個純粹係機械人，你唔好即係完全投射咗佢係真人咁樣。咁我覺得就 OK 㗎啦。如果唔係呢，你不斷咁強化佢一個自欺欺人嘅狀態呢，呢個未必係最健康嘅。咁但係有時現實裏面咧，好多人都係中意自欺欺人㗎啦，係咪啊？不過有時退後一步諗呢，即係會唔會係發展成為病態，或者會過分依戀？其實因人而異嘅，或者因情況而定嘅，每個人都唔同。即係講真咧，依家依戀嚟講，哇，大班人依戀電話啦，大班人咧沉溺賭博啦。即係如果第時有一樣可能你當中性嘅嘢又好，你當係一個機械飛機杯都好啦。咁但係佢又唔愛人嘅喎，你又閂埋門自己搞嘅時候，其實有時何樂而不為嘅。調翻轉，即係有時忽發奇想啊嚇，可能有一日我老婆走先，或者調翻轉我走先，佢可能覺得悶呢，係咪啊？即係如果你由頭要識一個盤嘅時候呢，你要花幾多時間，甚至要花幾多錢，甚至你冇咩嘅風險，你點知嗰個人會唔會偷嘢㗎？你點知嗰個人係咪候你身家㗎？嚇，謀財害命㗎！但起碼啲機械人唔會害你先啦，即係總之唔好整斷你條腰嘅時候呢，其實應該就冇問題嘅。甚至好似 Matrix 咁樣，你要嘅 programs 你 upload 上去，要咩360色、36色你 upload 上去，你玩乜都得。你換殼又得，個手機咁換殼，金絲貓黑珍珠，你中意嘅悉隨尊便係咪？即係只要你負擔得起，只要你唔好過分沉溺，其實就冇問題。不過呢啲都係忽發奇想嘅啫，你當我 BS 啦。但係科技可以帶嚟呢一種革命性嘅改變呢，係真嘅。你睇下啲 AI 生成式 chatbot，即係1-2年嘅發展呢，一日千里嘅。咁所以我哋點可以斷言，即係 human 來唔會係即係嚟緊嘅3-4年就推出市面呢？開頭可能係會貴啲嘅，咁但係之後就會回落㗎啦。咁呢個就係當係一個少少嘅引申題目啦。但我自己覺得呢，電影值唔值得睇呢？我哋都覺得都值得入場去一看嘅，一看無妨嘅。不過要頂得順個節奏咁解啫。如果你非常嘅分享呢，請 like、share 同 subscribe。多謝各位，拜拜。